民进党越反的事情，一定有他的害怕，跟有他想要达成的目的。两岸越交流，两岸越不打仗，误解越少。两岸本来就没有什么仇恨，而且谁宣布两岸仇恨结束的呢？是李登辉啊。你一直夸大陆好，怎么不移民过去？不是很奇怪，台湾也很好啊，地球上很好的地方很多啊，难道我们都要搬过去吗？当你在称赞别人好的时候，并不代表自己不好啊。台湾有台湾的好啊，那难道不能我好他好，大家都好？这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态最要不得。馆长去，我认为会跟钟明轩一样形成个旋风。他们过去19年的时候都是力挺蔡英文，对，他们是常年都支持绿的，而且痛骂习近平、老共、中国。8点就马上群起而攻，他们指控馆长在义乌做电商，又是一个断章取义的录音带，讲白了，8、9都在造谣。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馆长宣布说他要到上海去3天。哦，真的吗？他开直播吗？他开直播全程，太棒了，跨出去都是好事。而民进党就是不要你跨出去。为什么馆长去？我认为会跟钟明轩一样形成个旋风。为什么？他们过去在19年的时候都是力挺蔡英文的，对，他们是常年都支持绿的，对，而且痛骂习近平，痛骂老共，痛骂中国。那他们去走一走看看，实地上去感受也不错。那你看陆委会最近的做法，就是明显的在害怕两岸交流嘛。那他做不了阻止台湾人到对岸去，因为他还不敢。当然，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因为他没有法律。所以他为什么要大罢免？他就是要拿到国会多数去修改法律。沈伯洋其实就想推动这个，就是这样。赖17条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确实，我也是在这边要公开给馆长祝福，因为我觉得馆长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而且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哦。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跟中国大陆制度完全不一样，我们跟中国大陆当然有许多需要磨合的地方，但是至少跨出这一步去看看，而不是禁止自己的人民不能出去看。那另外就侧翼在攻击馆长要去对岸这件事，这是很可恶的。但像馆长就问我说，他去对岸的话，有没有人介绍一些当地帮忙比较知名的网红啊，可以带路啊？我就推荐了我在对岸认识一个好朋友王骁嘛，可是像王骁他不是共产党，他是对岸的国民党的，对岸是有留一支国民党，民革简称民革，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那这个是宋庆龄。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他们所创立的嘛。那不管认不认同这个，但确实有一支国民党人就是这样留在了对岸，在大陆。那我就觉得说，馆长其实这一句去也是一种蓝白合啊。对啊，对，这个角度好。绿营的网军啊、8、9之类的，就马上群起而攻之，甚至于他们指控说呢，馆长在义乌做跨境电商。那这事情是这样子啊，馆长确实有让小雨去大陆，但是小雨最近去大陆都是去福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了义乌了。他们也很黑人问号，他去义乌是什么？那根本就是又是一个断章取义的录音带。那还有去做电商吗？目前就是没有。那到底是谁在义乌做跨境电商呢？打着馆长的名号吗？所以今天讲白了，8、9又在造谣嘛。我想这个就是大陆官方这一次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他们痛击了8、9，但是对馆长敞开双臂。对，同样的馆长的路径，事实上就是钟明轩之前。对，但是钟明轩呢，他还是倾向拍片型，他是钟明轩是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 YouTuber，就是以拍片。然后呢，定期或不定期更新为主，然后那个片必须经过剪辑、上字幕、加梗。那馆长呢是比较新时代的网红，他是属于这种直播主，而且他直播就是没有剪接嘛，对，就是非常非常的 real， 非常非常的真实，这就是新媒体的特色，没错，新媒体诱人的地方。而且他跟钟明轩很不一样，就在于说他，因为钟明轩以前其实他不 touch 政治的，对，只是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那种典型的台湾什么天然绿这种的，然后又是小孩嘛，对。可是后来他就发现，他就是说实话嘛，说了大白话，他对大陆的感受嘛，然后他其实是被绿营的人攻击了以后，他才变成这样子的一个 icon。那可是馆长不一样，馆长过去这几年其实某程度相当深入的涉入了很多的政治事件跟政治的现场。那对于这样子他到大陆去的直播，我觉得吸引人的力量更强。而且我觉得先前甲亢哥在直播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还有跳着看，然后有些还蛮有趣的。然后呢，这个他所受到的这种欢迎啊、热烈啊，甚至是让他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直播，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那在馆长第一站选的上海，当然是非常好的景点，因为是非常
典型的，而且呢，你看城市的光鲜亮丽啦，然后呢，整个的发展啦、进步啦、繁华啦都很好。那所以呢，他去看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说他安排去哪一些的点啊，那希望他点也要能够选得很好。那我想啊，他这一趟去，他是希望打脸民进党之外呢，也要戳破民进党创造中国非常落后的假象。那中国大陆到底是这个实质什么样？那他的老百姓怎么样？还有他过去一个每天干搞习近平，每天干搞老共，那他能不能去？会不会被消失呢？这是一个他想要去验证的。大家不要觉得很好笑，但是他确实是如此。基本上呢，对于馆长来讲，就是他到底是在台湾比较危险呢，还是在大陆比较危险？不要忘记他在台湾有被枪击过。对，所以以他这样背景的人，如果过去民进党的叙事里头，他去大陆很可能会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之类的。大陆应该有这么危险吧？对不对？在民进党的你看这叫回头是岸，不是重点是案子基本上也没有真的真相大白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这有趣啊。所以馆长这个人他的梗挺多的，然后反差挺多的，所以会使得大家会非常高度的好奇。对，这已经是一个两岸关系的盛世对，而且因为我相信在他的这个 TA 里面，应该也有很多人都没去过大陆，所以应该是可以透过看他的直播，能够了解到更多那种大陆的相关资讯。因为比如说，你的 TA 可能，比如说很多没去过了，因为比如说我的 TA 就有很多人可能都去过大陆，对。那馆长呢，他的这些粉丝受众很多都没去过，所以我认为是对两岸的交流，或者让很多台湾人去看是有正面意义的。所以馆长的可贵就是能够暂时突破我们讲两岸交流的同温层，确实能让很多可能白的支持者，那他过去对大陆了解比较少的，因为确实我们讲说白银小草的支持者很多，比如说他们可能都是2020票投蔡英文，然后2024转投了柯文哲，虽然这样贴上这个标签不是很好，但姑且分析上就是一个比较绿底的，那过去对大陆的接触相对比较少，所以馆长的这一行是有相当正面的重要意义，至少让大家知道，对吧？大陆也没有绿营讲的那么糟，那即便呢是把大陆当成敌国，那也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尤其呢，在那个上海陆家嘴，就是夜游黄浦江里面，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Blinken 呢，在上海陆家嘴，就是那个非常繁华，后面都是东方明珠啊、高塔啊，然后这个五光十色啊、Cyber City 那种感觉的时候 ，Blinken 在那边讲一段影片，讲完影片之后，然后美国网友下面的留言，哇，大陆怎么这么先进？大陆怎么这么漂亮？哇，我们美国在搞什么？大部分都是这样。这个甲亢哥的直播，他应该是在重庆，对，他就夜游嘉陵江之类的，夜游嘉陵江。然后呢，因为重庆就包含洪崖洞啊，就那一片啊，非常的灯火辉煌。然后甲亢哥就讲，哇 ，Cyber City。有，我听到，我看那一段。This is Chongqing, China, bro. This is Cyber City. There's no other city like this. Now, guys, this is Chongqing Cyberpunk City in China. Let's go. Let's get that shot, baby. Oh my God. Look at this city! 那结果我们现在民进党在干的就是封杀两岸交流，然后禁止大家跑去大陆，就要把台湾人都锁在井里面，不要让大家去看到大陆的五光十色、灯火辉煌、先进跟发展。而且大家想象中大陆就是很脏嘛，可是其实现在真的跟前些年不一样。说今天你看到对岸好的地方讲出来，看到对岸不好的地方讲出来，就是啊。那有什么困难吗？那当然，所有的地方，不管你多有钱，都有贫穷的地方，台湾也有很贫穷的地方，台北就有，当然也有很贫穷的地方，美国的纽约也有更多很贫穷的地方，不是这样子吗？就你就是看到真实的感受、真实的现象，你何必再用一个政治的眼镜，或者是用政治的话术去包装它呢？那难道你们想象中的美国都是像好莱坞电影里头的光鲜亮丽吗？大家都知道啊，你看看纽约的那些移民，你看看纽约的 homeless， 然后你看看美国的那种黑帮，那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啊。美国也不是大家想象中因为它是美国，它就是人间天堂。很多人活在美国是活在人间炼狱嘛，这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说啊，你在台湾也会有好有坏嘛，在大陆也会有好有坏，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啊。你在日本也会有好有坏啊，难道你喜欢日本，所以所有的日本都是美好的吗？不可能嘛，这个不是很幼稚、很无聊嘛？